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念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辛普森一家第7季第16集。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了一部电影，有关于春田镇创始人春田的英雄事迹。那是1796年，一队人马因为误解了圣经中的一段话，坚定地离开了马里兰，向着新罪恶之地进发。在前进途中，他们看到了一只拦路的怪物，应该是某种陆生母牛，正不知所措。这时，春田站了出来，只见他几步上前，骑在了母牛上，然后凭借高超的驯服技术，成功让这头凶猛的母牛温顺了下来。见春田骑牛归来，人们对他十分崇拜。还有一个小朋友问他，怎样才能成为像他一样伟大的人，注视人们期盼的目光。春田严肃且铿锵有力地回答道：高尚的灵魂在小小的身体里逐渐成长。这句话不仅振奋了电影中的人们，也点燃了正在观看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大声叫喊道：春田万岁！影片结束，校长走出来告知孩子们，下周就有春田的200周年纪念日，每个班级都要参与这场盛大的庆典。胡福老师给班里的学生下达任务，各自写一篇关于春田作文来庆贺200周年，其中最后的18篇会整理成册，收纳入学校图书馆，以供任何想看的人阅读。家中，辛巴看着报纸上有人说，演出游行队伍中需要志愿者，他想去演个学徒。辛小妹看了下报纸，向父亲建议去做街头公告员怎么样？你一定会做得很棒。你真这样觉得？小新接过话茬，是啊，老爸，你是个又大又胖的大喇叭，需要走路的时候也比较方便。辛巴瞬间被点燃了斗志，既然孩子们都这么相信自己，那就尽力做做看。辛小妹来到了春田历史协会，里面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她独自观看了一段模型演绎的历史。这时馆长出现在她的身边，他表示愿意向辛小妹讲讲春田。辛小妹很高兴，告诉她她来这里就是为了查询春田的资料。闻此，馆长很乐意地为她讲起春田的历史。他说春田不是一位普通的爱国者，他完全比得上威廉·道斯和塞穆尔·奥提斯。此时辛巴前去应聘公告员，不料等他冲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看到市长正要将这份工作交给弗兰德，还有他将尖锐的鼻音响彻大街小巷。弗兰德对市长表示感谢，然后就是念了一段庆典的祝词。很显然，这温和又无聊的语气着实不能令人满意。接着，辛巴走过来，夺下了弗兰德手中的铃铛，他用力地挥舞着，高声为自己拉票。这股强大男子汉气概征服了在场的评委。市长虽也很高兴，但帽子和铃铛都是从弗兰德家拿来的。他很遗憾地表示，辛巴不能得到这份工作了。此时，弗兰德说话了，这不过是家传的风俗罢了，不应该成为辛巴得到这份工作障碍。而且还没等他说完，辛巴就粗鲁地要来了帽子，然后在办公室里展他大喇叭的本质。另一边，馆长向辛小妹介绍了馆内最珍贵的展品，春田拥有过和用过的物品，他的横笛、斧头还有尿壶。此时，馆长的微波玉米饼烤好了，于是让辛小妹稍等一下就离开了。辛小妹对展品很好奇，她戴上春田的帽子，然后拿起她的笛子想要演奏一段，没成想居然发不出声音。她再猛地一吹，从里面冲出来了一张纸，捡起这张纸，辛小妹发现这上面写着春田的秘密自白。她又接着读了下去，原来春田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大英雄。首先，他并没有驯服传说中的野牛；其次，他并不是只有 Springfield 这一个名字。在1796年以前，他当海盗的时候所用的名字是 Springfield。看完之后，辛小妹震惊了，所谓的城市英雄原来是个骗子。不仅如此，春田死因还是白喉感染，吓辛小妹连连吐口水、拍舌头。听到馆长声音逐渐靠近，辛小妹连忙将张纸塞了回去。还好馆长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自从辛巴得了公告员这个职位，就连吃饭的时候也要摇铃铛。一旁看说辛小妹询问辛巴，如果春田并不像他装的那么伟大，你会怎么想？说着，他又向父亲展示了2张照片，一个是春田，一个是海盗，他们显然是同一个人。他还告诉父亲，春田在一次酒馆斗殴中被土耳其人把舌头咬掉了，所以他有一个银子做假舌头。他是18世纪80年最恶毒的人之一，还刺杀过华盛顿。那是在1781年的特伦顿，画师正在为华盛顿画像。这时春田破窗而入，让华盛顿把钱交出来。华盛顿自然不打算给他，于是他一个斧头就甩在了华盛顿身旁的墙上。但华盛顿也不是好欺负的，于是他们俩就在房间里扭作一团。最后被扑倒在地的华盛顿操起桌上的假牙，就夹住了春田的隐私部位。他自然是疼得毫无反抗之力。还是侍女向华盛顿询问国旗的事，春田才勉强逃过了一劫。春田这个名字就在那之后才开始用的。辛妈在一旁也听到辛小妹讲故事，她表示在她家族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可以选择住在春田镇或者另一个镇子。之所以选择春田镇，就是因为春田是个真正的美国英雄。听了妈妈的话，辛小妹有些难过。这时辛巴走了过来，表示相信她。真的吗？当然，这种事你总是一说就准，只有这一次我选择相信事实。辛小妹很感动，谢谢你爸爸。胡夫在班上分发学生们的作文，这一次就连糊涂蛋都是 A， 但辛小妹却只得了个 F。她很难过，明明自己写的就是事实，但胡夫表示那不过是一个被激进分子臆想出来的早就死掉的欧洲老殖民者的故事。他甚至还说，就是因为
有辛小妹这种女人，才弄得他们都嫁不出去。回到家后，辛小妹十分难过的回了房间，见女儿伤心，辛巴马上上楼来找她。辛小妹告诉爸爸，胡夫认为整件事都是他编的，还说他是个激进分子，为了让女儿高兴起来，辛巴说我们可以去砸学校。辛小妹觉得没有用，因为没人会相信他。辛巴鼓励他，你有证据啊，我们去找他的横笛，把自白书拿来。于是父女俩来到了春田历史协会，没有跟馆长过多废话，辛巴只用钥匙打开了展柜，取出横笛吹了一下，里面纸张就射了出来。馆长将它摊开阅读了一遍，告诉辛小妹她一定是被这种把戏骗了，这种自白书完全就是伪造的。但辛小妹却不死心，她觉得这份自白书刚好解释了为什么在1795年以前没有关于春田的记载，因为在那之前他叫另一个名字。听了他的话，馆长非常生气，直接对辛小妹说，你给我出去，你被这个历史协会驱逐了。看着全镇上人们都在为青年做准备，辛小妹不相信，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事实。父女俩来到打印店，辛小妹嘱咐老板打印了100份写有真相的海报。她对爸爸说，你不一定要帮我的。辛爸却表示，我当然要帮你，我对帮助小朋友特别喜欢。这时老板也将海报印好了，辛小妹手里拿着它来到了快易买超市。刚开始阿普对他想要贴海报的想法还挺高兴，但等他看到上面内容时，不禁大惊失色，连忙冲上去就把海报揭了。阿普表示，作为一个半合法的移民，你的海报会把我害了的。辛小妹回到车上向父亲报告了败绩，辛爸安慰他，这阻止不了我们的，因为他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点子。辛爸摇着铃铛走进了老模子酒吧，他向大家表示他的女儿要告诉大家一些关于春田的事。老模子很喜欢辛小妹，直接就呵斥住了正在抱怨的酒鬼们，将时间留给这位可爱的小天使。在大家满怀期待的目光下，辛小妹再次说出了那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老模子将父女俩招呼过去，他向辛小妹表示自己愿意支持她大部分怪想法，但这一次辛爸的英雄恐惧症让他厌倦。说着，老模子又对父女俩下达了逐客令。等他们走后，他还打电话向城市青年委员会反映了情况。没过多久，父女俩就被抓了。他们来到当初辛爸面试的地方，委员会成员都谴责辛小妹，你怎么就说不听呢？春田不是罪犯，人们说他有银舌头是因为他口才很好。辛小妹不服气，那只是个和事实混淆的传言。市长十分严厉说，你在篡改你根本理解不了的权威，我们有大公司赞助这次庆典。不料辛小妹对赞助公司也说了真相，然后他们收拾东西就离开了。校长提议在庆典期间把这两人关起来吧。辛小妹对他们说，去找那个银舌头吧，如果真的就是他所知道那个人，银舌头就一定还在他的棺材里。成员们纷纷表示反对，这是对死者大不敬。这时辛巴又摇起了手中的铃铛，他向大家表示，如果真的热爱春田，就应该把他尸骨拖出地面，然后狠狠打他女儿的脸。成员们被他说动了，趁着月夜，威力将棺材挖了出来。馆长上前撬开了棺材板，一阵烟雾之后，人们都惊呆了。警长震惊地说，是谁将春田尸体用骷髅换掉了？馆长有些无语，这就是春田的遗骸。警长略显尴尬，那就开始找银舌头吧。他戴好手套，掰开了骷髅的嘴，然而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看样子真相已然大白。看着警长用骷髅头嘲讽地唱起了歌，辛小妹难过极了。辛爸安慰道，人都会犯错的呀，我们回家吧。这时警长叫住了辛爸，他说整件污秽的事都是辛爸的错，所以他没有担任公告员的资格了。市长前来没收他的铃铛，并勒令他把帽子洗干净之后送回去。回到家后，辛爸魂不守舍地拿着闹钟摇晃。辛小妹见到后拍了他背安慰道，爸爸真的很抱歉，我知道你很想参加游行，那不是你的错宝贝，我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我不应该让你随我得意忘形的。他很想向女儿挤出一个微笑，可是他做不到。夜晚，辛小妹在床上翻来覆去，这时她听见有人在敲打她的窗户，原来是春田过来找她了。她质问他为什么要挖起逝者的尸骨，为什么要惊扰历史的灵魂。这样的威胁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华盛顿冲了进来，锁住了她的脖子。他告诉辛小妹，揭露春田工作做得很棒，不要现在就放弃，因为只剩一步，谜团就要揭开了。但辛小妹觉得自己造成了太多麻烦，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华盛顿告诉她，在他们革命时也有半途而废的人，如果辛小妹不愿意，她就要去找另一个小女孩当总统了，比如杰尼。辛小妹吓得不行，这个女孩会把最高法院的官员都换成男孩子的。于是她向华盛顿表示，她一定会继续调查下去。没有银舌头，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辛小妹心事重重盯着华盛顿画像发呆，看着看着，她突然悟了，于是不顾自己还在教室，撒腿就跑。她又来到了春田历史协会，从垃圾桶里捡出那份自白书，她要证明自己对春田说法是正确的。馆长十分不耐烦，你还嫌不够毁坏春田的名誉吗？还说什么海盗船、酒馆的斗殴和找不到的银舌头，那是因为你偷走了。你胡说，我是个古物研究者，我的工作就是发掘事实真相。但你发现真相的时候却无法接受，你无法接受自己把一生都献给了一个骗子，所以你将事实掩盖起来了，是不是？随着辛小妹的话越来越凌厉，馆长明显有些心虚，说话也变得结巴了。辛小妹已经决定一定要求个真相，别狡辩了，银舌头藏在哪里？
里，馆长虽然不语，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一切。在旁边的展柜中，辛小妹发现了银舌头，馆长有些脱力地说：“我以为永远没人会发现的。”那时他上前打开了棺材，他就在那儿，闪亮舌头从嘴里伸出来了，仿佛在嘲讽着他所有的工作，他的一生。于是趁着烟雾散去之前，他又将它藏了起来。他还以为自己瞒过了所有的人。辛小妹表示：“你的确瞒过了，但我发现了自白书上还揭露了其他的讯息。”他走上前，将自白书放在了华盛顿画像的缺失处，两者合一，严丝合缝。馆长立刻明白了，这一定是春田刺杀华盛顿不成，逃跑的时候带走的。看窗外欢呼雀的人们，馆长意识到了错误，表示一定要让人们知道真相。他们一路冲到主席台，馆长简单说明了情况之后，就把话筒交给了辛小妹。辛小妹清了清嗓子，打算说出真相。话到嘴边，她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台下有个老太安慰她：“想想春田吧。”话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受到鼓励后，辛小妹继续说道：“我做了很多关于春田的研究。”此时狙击手已经瞄准了她，师长让她再等一等，听听她会说什么。辛小妹看众人期盼的目光，哥哥和同学们在参加游行，爷爷和老兵们穿上了军装，就连小恶心都在挥舞着国旗。最终，辛小妹没有说出真相，只说春田是个伟大的人。刚才鼓励她老太现在带头鼓掌，然后全场又响起来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接着游行继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馆长悄悄告诉辛小妹，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因为春田秘密值得守住。他让这座城市每个人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管是谁说过的，高尚的灵魂在小小身体里逐渐成长。说完，两人就转身离开了。他们刚走，一颗子弹就打到了主席台上。此时，辛巴看了弗兰德当公告员十分不满，越过护栏就抢走他的帽子和铃铛。牧师的妻子还想让警察阻止他，但警长表示他也很想，但辛巴太棒了。这时，辛小妹也来到了爸爸身后，辛巴将女儿放在街上，让她摇着铃铛，一起带着游行队伍前进。伟大的历史人物总能得到后世敬仰，万民崇拜，尤其对于那些和自身息息相关的伟大人物，更是会让人们对他评价上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在春田镇人们心中，春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这个镇的创始人，更是一位英雄。所以任何表明他不是英雄的言论，在他们看来都是恶意造谣和诋毁。于是就形成了三股势力的对抗。首先就不明真相且声势浩大的民众，他们固执崇拜心中所认为那个英雄。其次就是以馆长为代表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选择隐瞒真相。最后就义无反顾寻求真相辛小妹，她不畏强权，不畏艰辛，只为不愧对历史。然而就是这样一颗坚定的心，最终却没有说出真相。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背叛了历史，向权威低头，因为她已经找到比说出真相更值得守护和坚持的东西，那就是每一颗崇拜英雄的人们的心。虽然那个历史人物是虚假的，但人们向善的心是真实并会一直存在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见，拜拜。